好，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上一次解出 Schwarzschild solution 得到所谓的 Schwarzschild metric， 因此知道这个 metric 所代表的这个时空的几何。那我们今天要来求这样子时空里头的测地线或者极端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Geodesic。好，我现在再把 Schwarzschild spacetime 的 metric 再写一遍，所以它是 -1 2gm over r， 再加上它的这个导数 dr square plus r square d capital omega square。这个当然是 d theta square plus sin square theta d phi square。好，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g mu nu 是什么了。那我们现在要求 geodesic， 我要从 g mu nu 去算 gamma alpha beta mu nu。alpha mu nu，OK， 例如说。我们把这个 connection， 把这个 Christopher symbol 算出来，然后代入geodesic equation， 然后你要去求x mu of tau， 那你就得出一条 curve， 就 geodesic， 你去求出 geodesic 这个测地线。那这个是代表我们要追求的这个行星的 orbit。OK，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 orbit 找出来。当然，我在适当的地方要假设你们熟知不要这样是熟悉反正都学过，知道在牛顿的重力论里头，这个 orbit 是椭圆。OK， 我会假设你们已经有这个知识。OK， 那我们来看看在广义相对论这个学问之下，这个 orbit 是不是仍然能够维持是一个椭圆 ？OK， 那如果不是的话，它会受到什么样子的修正？那跟这个观测来相比，是不是符合？所以我们今天求这个 geodesic 的这个等于说是把这个广义相对论这门很漂亮的一个时空这个几何学要拿它来跟这个实际的观测这个做对照，来检验这个理论是不是除了漂亮的数学之外，还能够跟这个自然现象相符。所以这个是如果能够通过的话，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OK， 好，那么第一步我们要从 G 去算伽马。那我就记得我们上一次把这一项好像写成是 exponential to nu， 这一项把它写成是 exponential to lambda， 有没有？我说这个在一些课本已经采用这样子的就是说 convention， 就 G00 把它写成是1的2 nu 次方，这是1的2 lambda， 但 nu 跟 lambda 这都是 r 的函数。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把 nu 跟 lambda 解出来了，结果1的2 nu 就是这样。好，那么我现在就这个写一下伽马
那伽马的定义我就不像上一次这样子写了，因为我们上一次是有算一些伽马作为，当然我把伽马都写下来了，可是我们有在黑本上做一些计算，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怎么样。那今天呢，我就不再那么仔细的去讲这个计算，我就直接把这个答案写下来。OK， 那么伽马010是等于，就跟上一次一样，我如果没有特别强调的话，就是能够透过这个对称性跟这个我写下来这个伽马连起来的这个我就不重复写。OK， 所以伽马010也等于伽马001，那么会发现说它是等于这个new 对 x1 就是 r， 所以其实呢这个就是d new by dr 啦。OK， 我们是这样想做是 dr new。OK， 那你利用这个上一次所得到的结果，你一微分，你会发现它是这个东西，分子是 g 乘上 n， 分母是 r 乘上 r 减掉2乘上 g 乘上 n。OK， 所以这是一个伽马。那伽马111，你会发现它是等于lambda 对 r 的微分，那它是等于 minus gm 除以 r 乘上 r 减掉2gm。然后伽马122是等于 minus r exponential 2 new 次方，那你把它算一下，你会发现说它是等于 minus r minus 2gm。然后伽马133是等于 minus r minus 2gm sin square theta， 然后伽马233是等于 minus sin theta cosine theta， 然后伽马212是等于 r 分之一，也等于伽马313。那倒过来也是一样的 ，OK， 就是221。好伽马233我已经有了，再来是伽马323是等于 cotangent theta， 没有写出来都等于0 ，OK， 其他都等于0。但就是说，能够跟这个连起来的就不等于0啊。我说其他的是等于0，我没有其实如果要 OK，etc， 就是等于伽马331等等。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等于伽马332。好，知道伽马，我们现在就把 Geodesic equation 把它这个写下来 ，OK， 这个计算就请你们回家自己自己算 ，OK， 也是蛮愉快的事情 ，OK， 能够做一些机械式的这个演练，稍微动一点脑也动一点手，我觉得就跟散步一样，蛮愉快的。OK， 你就对照。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伽马带入这个 Geodesic equation。那 Geodesic equation 基本上有4个方程式，对不对？就是阿尔法要取值是0、1、2、3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一个一个来，我先来看，例如说是阿尔法等于0，就是这 Geodesic equation 那个 zeros component x0， 那 x0 基本上就是 t 嘛，我们现在是 c 是取
取为1嘛。所以这个方程式就是 Geodesic equation 就是加上伽马，那阿尔法是0，对不对？所以你就去检验，你需要就从这个表你需要去写进来的是就这样一项而已。OK， 不等于0的项，伽马0100001，所以有个 factor of 2在这里。OK， 没有写出来的都为0。OK， 好，那你把它带进去，这个是把它写出来，这个是等于 G 乘上 M 除以 R 乘上 R 减掉 2GM。你会发现，你把这个带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方程式可以写成这个样子。OK，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你很容易检验这个式子你微分嘛，利用 Leibniz rule， 这个等于0，你把这个对，例如说对头一项微分，你基本上会得到 t 的对 τ 的2次微分项，然后再加上对这一项微分，然后会乘上 dt/d τ。OK， 那对这项微分呢，因为这个变数是就是只有 r 是变数，所以你把它微分经过这个微积分层次的这个技术，很容易检验它，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OK， 所以细节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只是微分而已。所以我们 mu 等于就阿尔法等于0，抱歉，阿尔法等于0，我们有这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表示这个是 constant，right？ 所以我们第一个 equation 是 1 minus 2gm over r 乘上 dt/d τ是等于 constant。那这个 constant 呢，我把它记作是 b， 这只是一个名称嘛，这你怎么记？我们的课本就哈头先生啊，这个 constant 把它记作是小一啊。那因为我等一下我的小一要保留给离心率啊，对吧？我们离心率在高中是不是都记作1 eccentricity， 是不是？啊？你们在高中离心率是用哪一个符号 ？C、1都不是，那啊？哇，没有关系，反正我等一下我的1要保留给 eccentricity， 所以我就改为 b。那你会说哈头把1用在这里，那它的离心率用 epsilon。OK， 可是我想好像一般离心率还是用1，所以我就，好，这不重要。OK， 反正我就把这叫 b。所以呢，那以后我要把这个简单一点，因为 dt/d τ不断的写这个，你肯定要微分，我就把它记作是 t dot， 好不好 ？dot 一点就表示对 τ 的微分，可不可以？因为 τ， 我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讨论里头， τ 是这个星体前进的速度吧，那它跟光速比起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基本上 τ 跟 t 是一样的。OK， 所以当然它的微分我们还是要留着了。我们现在是 exact。OK， 你说因为我平常 dot 是代表对时间的微分嘛 ？OK， 不过这是对 τ。OK，anyway， 我这个把它记作是 dot。所以呢，这个式子呢是告诉我们说 t dot 是等于1减掉 r 分之 2gm 分之一个常数 b。好，我们再来看 mu 阿尔法，抱歉，阿尔法等于2，那也就是 x2 我们是西塔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 x mu 是等于 t r 西塔 phi。
OK，x2 是 θ， 所以我们的这个方程式呢是 Geodesic 方程式是 gamma 2 ij dx I by d tau dxj by d tau 等于0。同样，在我列出来的这个伽马的这个表里头，还有这个结果里头，你需要找的就这几个吧啊，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是给我。那同样的，这个我姑且就把它记作是 θ double dot 好不好？这个我就如同我刚才讲那个 θ， 这个把它记作是 t dot，OK， 那二次微分就是 double dot， 所以这个方程式是 θ double dot 加上2倍的2除以 r， 然后是 r dot θ dot 减掉 sin θ cosine θ dot 的平方等于0。那这个很容易看出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伽马 2 1 2跟伽马2 2 1都派上用场。那2 1就是 r dot 对应到 r dot θ dot 的 coefficient， 对不对？所以有2项，所以是 r2，可以吧？是这个。那这一项当然就是 1/3， 就是 2/3， 就这一项。OK， 就是这一项。所以这个是伽马2 3 3， 那这个是2倍的伽马2 1 2。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方程式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处理掉？还好没有挡到。OK， 我们的坐标，我们是用球坐标嘛，所以空间中一个点，对，这是 phi， 这是 θ angle， 对，然后这个是 r， 空间中一个点，有明确的 r θ phi 跟它对应 ，OK。那你看看这个方程式啊，这个方程式是告诉我θ的二次微分会涉及θ的值跟θ dot 反正它方程式就会牵涉到你的 coordinate 跟的 coordinate 的微分嘛，例如说 r dot θ dot 等等。那我现在如果说这个粒子值在某一瞬间它是在θ等于2/π，你可以把这个想成说是我有一个 initial condition， 这个因为 initial condition 是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是粒子的位置跟速度，对不对？那我选择这个，它在某一个时间，它的位置刚好θ等于2/π， θ等于2/π是什么？就是在 xy 平面上吧，对不对？这个是 x y z， 所以粒子在 xy 平面上，同时呢。θ dot 是等于0，θ dot 等于0是表示什么？它没有偏离 xy 平面的速度吧？就是我就选，因为粒子总是 particle 在动嘛，它有一个位置有个速度吧，我总是可以调整我的坐标，使得它那个速度，我宣称说它刚好是只是沿着就是贴在 xy 平面上，可不可以 ？OK， 好，刚才有问题。抱歉，应该是phi， 对不对？是不是？谢谢。好，所以呢，你来这样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 cosine θ 就等于0，对不对 ？OK， 而且θ dot 等于0，所以这个方程式会得到什么？θ double dot 等于0，对不对？因为第二项等于0，因为θ dot 等于0。我在某一个时刻，我选择粒子刚好有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等于0，这个等于0，θ double dot 等于0，就表示说尔后的θ怎么样？假如说我在某一个时刻，我让粒子贴在 xy 平面上，然后它的运动，它的速度只有 xy 的分量 ，OK，
然后你就得出西塔 double dot 等于0，它就没有加速度怎么样？要离开 x y 平面嘛。所以呢，你就得出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说西塔你可以让它是 constant 吧 ，right？ 那这个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起码以牛顿力学来讲，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在解这个万有引力所给的运动方程式的时候，就先决定说它是一个平面上的曲线嘛，对不对？它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曲线，是一个平面的上面的一个曲线，所以这个结果是知道的。好，所以这个是阿尔法等于2。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阿尔法等于3，就是 phi 的这个满足的公式。所以同样的就是 phi double dot。phi double dot 就是 phi 对 tau 的2次微分，所以来看这个 ，OK， 就是阿尔法等于3，所以是 phi double dot 加上这个伽马是3，同样的是 ij dxi 所以我就写 xi dot 啦，对不对 ？xj dot 等于0，对不对？然后再从我这边的表找出伽马，把它带进去这个式子，你就发现说它是 phi double dot 加上 r2 r dot phi dot 加上2倍的 cotangent theta dot phi dot 等于0。可是因为 theta dot 等于0，所以没有这一项。OK， 我们说 theta 是 constant。OK， 那这个又可以做底下的整理，这个是等于 d by d tau r 平方 phi dot。OK， 可不可以？你这个很容易算。例如说，第一个先对这个微分是先对 phi dot 微分，就会得到这一项。可是前面要乘上 r 平方，然后再对，好不好？你这个你就心算一下就知道这个等于这一个。OK， 因为这个很简单，可以吗？抱歉，其实应该要乘上 r 平方啦。你说这个等于0，然后我因为这个整个等于0，对不对？允许我把这个擦掉 ，OK？所以这个等于0，然后我乘上 r 平方，那这个就是2r， 对不对？那这个是等于这个，可以吧？这样清楚一点 ，OK？ 所以这个要等于0，所以这表示说这个是 constant。所以阿尔法等于3的 Geodesic equation 是 r 平方 phi dot 等于常数。这个常数我把它叫做是 L。那你们以前在物理里头学到 L， 常常是用来代表哪一个物理量？角动量 ，yes。OK， 那这其实就是角动量，因为你可以把这个变成是 r 乘上 r phi， 对不对 ？dot，r phi dot 就速度嘛，速度乘上 r， 基本上就是角动量 ，right？OK， 反正目前它就是一个常数啦，我称它为 L。好，接下来我要把伽马擦掉吧，我把上面这擦掉好了，我擦掉这里好了。哦，接下来是阿尔法等于1，我刚才是阿尔法等于0，阿尔法等于2，阿尔法等于3，那阿尔法等于1好像怎么跳掉了？那是因为阿尔法等于1，我有一种方式来推导。我要采另外一种方式来写它了啊。OK， 所以我们现在看阿尔法等于0。阿尔法等于0呢，抱歉，阿尔法等于1。OK， 阿尔法等于1。那阿尔法等于1呢，
利用以下的方式 ，OK。我们知道 ds square 基本上就是 minus d tau square， 对不对？因为 c 等于1吧 ，OK。那它是等于 minus 1减掉 r 分之2 gm， 然后是 dt square 加上 ，OK， 把它写出来，把 Schwarzschild solution 写下来 ，dr square plus r square d theta square sin square theta d phi square，OK。OK， 那首先OK 好，就这样啊。那我现在除过去，把 d tau square 除过去，所以这个是等于 minus 1是等于 minus 1减掉 r 分之2 gm， 然后你除过去之后呢，你所得到的是 dt by d tau 的平方嘛，所以我把它写作是 t dot 平方。再加上1减掉 r 分之2 gm， 然后这个是 r dot 平方，再加上 r 平方 theta dot 平方加上 sin square theta phi dot 平方 ，right？ 我单纯从 matrix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这个还不是 Geodesic equation 吧 ？OK， 可是我用它来做以下处理会比较方便。那同时用这种方法，等到我下一次在处理光的 Geodesic， 我们现在是在谈有质量物质的 Geodesic，OK， 可是对光来讲的话 ，d square 等于0吧，所以这个方程式很容易就把它改，就是说我等一下要写的某一些方程式很容易改成也适用在光的情形，只要把这个负1变成是0就好了 ，OK， 就是光的这个走的路径是什么 ？OK， 好，然后我接下来要 OK，sin square theta 等于1吧，对不对？因为 theta 等于2分之派，所以 OK， 我想我大概不需要伽马，那我就可以，好吧，暂且这样，我把这个擦掉。我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我刚才已经得到右上角那个方程式 t dot 等于 b 除以1减掉 r 分之2 gm，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1减掉 r 分之2 gm。然后是 b 平方，可以吧？你只是把 t dot 右上角那个结果带进去，然后心算 ，right？ 可以吗？然后呢 ，phi dot 是 r 平方分之 l， 所以这个在平方就是 r 4方分之 l，right？phi dot 是这样子 ，OK。好，哎呀，好了，我来擦这边 ，OK。因为上面这个结果已经用了，我不需要。我在方程式的左边跟右边都乘上1减掉 r 分之2 gm。那方程式的左边就是1减掉 r 分之2 gm minus，OK， 就这个负1这一项
平方，谢谢，是不是？对，谢谢。OK， 好，然后呢，等于，那这个是等于 b 平方，对不对？第一项乘上那个 factor 之后，分子分母消掉，所以剩下 b 平方。第二项就剩下 r dot 平方，这一项也一样，分子分母消掉。第三项是加上theta dot 这个等于0，根本不要管它了。所以我现在就有 r 平方，然后除以 r 4方，所以是 r 平方分之1，对不对？所以是我先把它写下来，是1减掉 r 分之 2gm， 然后是 r 平方分之 l 平方 ，right？ OK， 然后呢，我把这个写开来，这个是 r 平方分之 l 平方减掉 r 3方分之2倍的 gm l 平方 ，OK。然后这个式子呢，我要把它写成2分之 r dot 平方等于，那其他的都把它这个挪到左边来 ，OK， 就是我这个方程式的一边是把它写成2分之 r dot 平方，那右边呢就变成是抱歉，我刚才是这个有一个负号，对，抱歉，我这个负号忘记了。我就看见有同学有奇怪的眼神，我想说，是不是？好吧，这是负 b 平方，是不是 ？OK， 你们在远处看得比我更清楚。OK， 所以说你这个弄过来，这是 b 平方，然后减掉1。抱歉，我先不要除以2了啊，我这个等一下我再来除2。所以 b 平方减掉1，然后再加上，再把这个弄过来，再加上把这个弄过去的话是减掉 r 平方分之 l 平方，然后再加上 r 分之2gm， 再加上 r 3方分之2gm l 平方。我有没有哪一个 factor 或正负号写错？可以吗？好，应该没有了啊。然后呢，我都除以2，所以这个除以2，所以这个除以2，那这个2就没有了，对不对？我就把2擦掉。OK， 我现在把这个2擦掉，那这个2也擦掉。好，然后呢，我要把这个写成，所以我再把它写成是2分之 r dot 平方等于一个常数，这个常数我把它写2分之 b 平方减1，加上，或者我要用减的，没关系，我写成减成减2r 平方分之 l 平方减掉 r 分之 gm 减掉 r 3方分之 2gm l 平方。好，我把它框起来。这个没有2，谢谢。好，我有同学跟上没有？应该是可以了，因为我算得很慢。OK， 这些 factor 都对吗？正负号。好，然后呢，我现在把括号里头这个东西，我把它叫做是 V effective。V 就代表 potential， 也可以叫 U effective 啦。OK， 这是 function of R。我这样子
拉下来会不会盖住？那我现在就用这个好了，这个板。这些计算如果允许我用投影片，我20分钟就讲完了，说不定10分钟就讲。我们说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到5分钟就讲完了。然后现在这个对不对？应用最新科技好像是一个时髦，而且要做是好事，对不对？常常你们讲教师评鉴都有说，老师有没有应用什么声光化电设备？有 ，OK， 5分，没有0分这样。记得要打0分哦，这一项 OK， 因为我没有用什么声光化电，我图都是示意图，都是用手画，然后歪七扭八的 ，OK。不过我知道，因为学这个东西这个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你真的看人家没有漏掉一步的算下去我知道这个就是心理上会觉得就是比较知道怎么一回事情，你不然它就跟看书一样嘛，对不对？我只要把书 copy 起来，然后我们就看 PowerPoint， 然后 OK 从这里到。因为逻辑没有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是很直截了当的事情 ，OK。所以就好像这个以前阿嬷在喂 baby 一样，这个先把稀饭先嚼脆了，然后再这个喂给 baby 吃。这样的教育好像也有它的缺点，不过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用其他的方式来讲这个东西，所以好，我们不要漏掉任何一步来做计算，所以我那个式子可以把它写成是2/r dot 平方等于2/抱歉，我这样写，这个式子可以把它写成是2/v 平方减1等于2/r dot 平方加上 v effective， 对不对？然后这个 v effective 我再写一遍，是等于什么？是等于负 r 分之 gm 减掉 r 3方分之 gml 平方加上2/r 平方 l 平方 ，right？ 好 ，r dot 平方这个基本上是 kinetic energy 吧，对不对？物体在跑的时候，这是速度平方嘛，这是 kinetic， 对不对？这基本上会给我们 kinetic energy。所以这一边基本上就是 potential energy， 对不对？果不其然，我们期待，就是说你有一项是 kinetic energy， 你知道跟它搭配的一定是 potential energy。potential 果不其然有一项是高中就知道的，就是负 r 分之 gm， 对不对？应该叫 potential 啦，不要叫 potential energy。我要乘上小 m 才是 energy 啦，我应该再乘上一个小 m。可是因为小 m 不会出现在我们的 equation motion 里头吧，所以你就当作说我们这地方的小 m 是等于1了。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行星的质量没有出现，你把它乘上去，这就是动能嘛所以我姑且就把它叫能量。本来这是 potential 吧，对不对 ？r 分之 g 大 M 是 potential， 乘上小 m 就好。所以这一项是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这是大家知道的。这一项是什么？好，这个也很熟，这就是因为你是在用极坐标。你在取 r 的这个方程式的时候，都会有这一项，好像以前叫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就是离心力这一项来代表离心力之类的。就是说你的 effective potential， 我们先不要讲，你如果还记得你的力学课的话，你的 effective potential 平常是负 r 分之 gm 加上2r 平方分之 l 平方，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爱因斯坦理论跟牛顿理论。差别的就是多了这一项 r 3方分之1项，对不对？所以这一项是 due to Einstein。所以我们现在来画一个图，来画一下这个。我看看我怎么画这最好横轴画高一点。所以这个是 r， 也许是就是 r 了然后这个是 v effective potential。
如果没有中间那一项，没有 r3/3项 r3/3的那一项，你基本上你的 potential 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先把它画出来，然后再说明啊。基本上是，因为在 r 很小的时候，重要的是 r∈L∈ 那一项，对不对？然后在 r 很大的时候，就变成是什么 r�分之一的 potential，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一个是 Newtonian gravity 的结果。也就是说，你的 potential 呢是等于 L 平方除以2r 平方减掉 r∗Gm。刚刚修过力学的同学，大概很熟这个 Newtonian effective potential， 对不对？那稍微有一点觉得生疏的，你就把它抄下来，然后回去翻你的任何一本力学课本，理论力学课本不是大一的、大二的，都会有这一项。当然，你如果去翻那个力学课本，它会有把叫做 reduced mass 写下来，有个 μ，OK， 因为它是 two body system 的，那个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担心那个问题。可是呢，我们现在要考虑的爱因斯坦的 gravity 要多了中间那一项，那一项是 negative， 是 minus r∗Gml 平方，所以呢，它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这个是示意图，因为我们课本有这个图了，所以就 OK， 所以这个是爱因斯坦 theory。那以前呢？那这一项就似乎代表 total energy， 对不对？所以在以前在力学课的时候呢，你如果 fix 那个 total energy， 那你就怎么样？就画一横，对不对？那 energy 当然是负的嘛，因为如果是正的 energy 的话，它就不是 bound state， 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去算那个行星的 energy， 它是被限在太阳旁边，被限制在太阳旁边，所以它的 total energy 是 negative 吧？因为我们的 potential 是定做 negative 的。所以呢，在以前呢，你就要求这个点跟这个点，对不对？在力学课里头，那个行星是怎么样？我现在只是 r， 对不对？就能量是 constant， 所以它是在它的运动是这样运动，它是一种周期性运动，对不对？它是一种周期性运动 ，OK。但我现在只是定性在说明这个轨道了，我没有，抱歉，不是，就是说，不应该这样，不是这样，就是说，它是我就讲，就是这是 energy 了，这是energy 反正我应该这样讲，我先不要讲，就是真实的情形，我还要考虑这个 phi 对 tau 的微分，然后把 r 跟 phi 的微分把它写下来。不过，抱歉，我刚刚讲的太急了一点。总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从 effective potential 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Schwarzschild 的结果跟牛顿的结果就是差了中间那一项，好不好？我先就提醒大家这一点 ，OK。可这一项会这个导致很有趣的结果。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设法来把这个 orbit 找出来。所以允许我回头写下我刚才
我其实是擦掉了方程式。OK， 允许我再回头写一个式子啊，就是抱歉，我只要这样写。OK， 好，我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式子或哪一个，我只是需要这样。我现在这个 r dot 呢，本来是 r 对 τ 的微分，对不对？我现在要把它这个改写一下，利用嵌入哦。那这个是等于 phi dot， 可是 phi dot 又是等于 r 平方分之 l， 所以 r dot 可以把它写成是 r 平方分之 l， 然后是 dr by d phi。OK，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把这个结果带入，例如说上面这一个好不好？我把它带入上面这一个，我把这个结果带到这一个方程式。例如说带入这个式子，我把 r dot 平方用 r 平方分之 l， 然后是 r 对 phi 的微分带进来，可以吧？我带入这个式子，这样子我就有底下的式子。OK， 我就有那个 r 平方 ，OK， 好，我再写一下啊，所以 r dot 平方就变成是 r 4次方分之 l dr by d phi， 可是这个会是等于 l 提出来乘上 r 分之一对 phi 的微分的平方。OK， 你现在要对 r 分之一微分，那就有 minus r 平方分之 dr by d phi， 对不对？再平方就这一个，可以吧？这个也可以心算了，不对？这个是等于这一个 ，OK。因此，我这个方程式是 minus， 我把 b 平方除过来，所以我现在是这个式子。这个式子我把它叫做是 A4 好了，所以从 equation A 我可以得到，我把 b 平方除过去 ，OK， 我看看，我把 l 平方除过去，因为我中间那一项我不要这个，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抱歉，我其实不用，我从上面这个式子过来好了，我不要从 A 了，就底下这个式子 ，OK， 我从这个式子过来，我要从哪一个式？其实都一样 ，OK， 我现在。好吧，我就用好了，我就用这个式子。OK， 我再写一遍，我再 copy 一下 ，OK， 免得我不算错，是2r dot 平方等于2分之 b 平方减1加上，或者是减掉2r 平方分之 l 平方。减掉 r 分之 gm， 减掉 r 3方分之 gml 平方。OK， 抱歉，我不是从 A， 我就从上面这式这样。然后呢，然后 r dot 要把它带进来，我要把这一个结果带到这里头。
然后呢，我这个2不需要，我刚才除以2是因为为了要示范什么是effective potential， 所以我这个2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乘以2，所以我这一边是这个是不需要的，然后这边是2，这边是2 ，OK， 好，就它等于它。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带进来的话，这个是等于 L。抱歉，有一个 L 平方，又忘记 ，OK， 好吧，这里也刚才有一个 L 平方我漏写了，平方，这是平方。所以上面也要R4到对，这也是 L 平方。Sorry，OK。然后呢，我要把 L 平方除掉，所以呢，我现在是这个式子呢，再乘上 L 平方分之1，就变成是 r 分之1对 phi 的微分的平方，加上，那我把这一项挪到左边，然后除以 L 平方，加上 r 平方分之1是等于 b 平方除以1减1除以 L 平方，再加上2gm， 然后是 L 平方 r 加上2gm，L 平方就没有了，然后除以 r 3方 ，yes。OK， 我的 note 上面好像有这个式子，我要这样算 ，OK， 所以我现在有这个式子。你们远一点看，我有没有抄漏什么？啊？哪一个？这里哪里？这个平方啊，哈哈，谢谢。OK， 好，所以我现在有这个式子。这个我想我可以擦掉了，的确不需要的。好，然后呢，我现在的结果都是从什么？从这个line element 得出来，对不对？从 ds square 等于 minus d tau square 得出来。那我现在要来算这个geodesic， 那我把整个 expression 对 phi 取微分，OK。我这时候对 phi 再微分一次，我就可以得到这个2次微分的项，好不好 ？OK， 我就再微分一次。那这一项这个微分的结果是2倍的 d by d phi r 分之1，然后是2次微分。现在是这一项，这个过来。把它对 phi 微分，所以这头一项就是这一项，再加上 r 平方分之1对 phi 的微分，所以是r 分之2 d by d phi r 分之1。OK， 就是你把 r 平方 r。就是 r 平方分之1微分就是这样， OK， 然后是等于，那这个微分当然是等于0了，这个是0嘛 ，OK， 所以这一项微分是得到这一项，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2gm L 平方 r 分之1，对不对 ？OK， 就是这一项，然后再加上这一项的微分。这项的微分是r 的负3，对不对？所以是
r 分之一的3次方，所以3倍的就是 r 平方，所以是6 gm d/d phi r 分之一。OK， 这一项的微分对 phi 的微分是这个样子。你把 r 分之一叫做是 x 嘛，那你微分以后就是6 gm 乘上 x 平方 d/d phi x，right？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哈，我有 r 分之一对 phi 的微分，每一项都有 r 分之一对 phi 的微分，只要这个不等于0，因为 r 分之一对 phi 的微分等于表示 r 是 constant 吧 ？OK， 那就我们的 orbit 不会去考虑，我们的 orbit 是这个r 分之一对 phi 的微分是不等于0的，所以我可以把这些 factor 消掉，所以我把OK， 我把这个 factor、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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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 全部除掉，因为它不等于0。OK， 我们不是在求一个 circle 的 orbit，OK， 所以根本不要 OK。然后2也可以去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2也不需要，2也不需要，2也不需要，那这就变成是3。所以这个都不用。因此这个式子变成是 r 分之一对 phi 的2次微分加上 r 分之一是等于 gm 除以 l 平方加上3倍的 gm 除以 r 平方。你如果用 Geodesic equation 去取 alpha 等于1，你也会得到这个式子。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 r 啦，不是 r 分之一啦。不过基本上你会最后的结果会跟这个是等价的，因为有第一项是 r 的对 tau 的2次微分嘛，然后你最后把它换成对 phi 的微分，你会发现是等价。那为什么我刚才不直接就在 Geodesic equation 取 alpha 等于1的，直接去算？因为我要 OK 跟大家介绍，直接用 d square 就已经可以得到 effective potential。OK， 而有这个知识是很好的。OK， 好，然后呢，我现在定义 U 是等于 r 分之一。那这个方程式就变成是 U 对 phi 的2次微分加上 U 是等于 gm 除以 l 平方加上3倍的 gm u 平方。OK， 好，我们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这个式子啊，如果你把它抄下来，回去对照你这个理论力学课本，你应该也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式子。OK， 除了怎么样，不会有这一项。OK， 就是这一项是同样的，是这一项是 GR 才有的，所以同样这个是 due to 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只有等式只有这一项这一项，右边只有一项 ，OK？ 好，然后呢，我现在要把右边写成1，所以我这个式子呢，我把它左边右边都乘上，所以这个我就把它叫做是 b 好了 ，OK？ 所以我现在呢，左边右边都乘上 l 平方除以 gm 乘上 b， 就会给我，而且我令 x 这个变数是等于
L 平方除以 GM U。OK， 我现在引入一个新的变数叫 x。那我这乘上去之后，我现在就变成是对 phi 的二次微分的变数就已经是 x 了，因为你把这个乘到第一项，那这个乘上 u 就是 x， 对不对？所以第一项是 x 对 phi 的二次微分，第二项是 x， 那等式的右边是1嘛 ，L 平方分之 GM 乘上 GM 分之 L 平方，第一项是1，对不对？第二项就是广义相对论的修正项，会是什么呢？会是3倍的 G 平方 M 平方除以 L 平方乘上 x 平方。OK，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式子。你稍微要做一点心算的是这一项，因为你把 x 带进去，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的平方乘上 u 的平方，而这个的平方跟前面配合起来，做一点心算，你就发现是这一项。现在就算 ，OK， 看看我有没有算错。然后我说心算就只要 OK， 动眼睛，然后就说 yes， 可以吧？还是我心算算错？不怎么样 ，OK。有没有人认可这个结果？马上做，不要留到回去再做。我要不要等一个人点头 ？OK， 有人点头，好，我相信你没有骗我。OK， 老师说要点就点。好，所以我现在有这个方程式。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我们前面这3个是牛顿的这个理论所得到的方程式，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所以它的解是什么？它的解，所以我把牛顿的解叫做 x0， 所以牛顿的理论的解是这个满足这个方程式。OK， 那请注意啊，这个如果允许我把 c 平方摆进去的话啊，我这里当然都是没有 c 平方，这里会有一个 c 平方 ，c 是是 c 更高阶项，应该是 c 平方再平方，因为那个是 gm， 抱歉就是 gm 呢都要随附在 c 平跟 c 平方配合，所以这边会有应该是 c 的4次方，就这是一个 very small number， 所以这个广义相对论对于牛顿的修正项，这个是非常小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去 solution， 我们的 solution 呢，我们就这个做 perturbation， 就是我们的 solution 是头一项是这个是 Newtonian result， 就是牛顿的结果 x0， 再加上一个 small correction， 所以这个是 correction。修正。那牛顿的结果是满足这个式子，而这个 x0 这个 solution 是等于1加上小1乘上 cosine phi。本来是可以有一个phase angle，OK， 有一个 arbitrary 的这个phase angle 在了啊。可是我就选我们的 phi 的坐标，我们刚才选西达坐标对不对？我现在就选 phi 的坐标，使得这边我们不要去管那个 phase angle 好不好？就是或者是你的一开始你的 phi 的值是多少 ？But anyway，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那因为我们之前 x0 是写成这个样子吧，所以是等于 L 平方分之 G M R 分之1，
所以这个结果是告诉我 r 是等于 L 平方除以 Gm， 然后是1加上1 cosine theta cosine phi， 抱歉。同样的，请回去对照你的这个力学课本，这是椭圆，一个椭圆 ，OK， 然后常数都会 match。那其中这个1呢，就是离心率。那我们等一下要特别看离心率最小的行星的轨道，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水星的轨道 ，eccentricity 我们要用0.2多少？那平常的这个行星呢，其实这个这最大的啦，抱歉，我想最大的 ，OK， 离心率最大的不是最小，都更小 ，OK。所以最大的是这个水星，所以我再把它写一遍啊。1平方是等于1减掉 a 平方分之 b 平方，其中这个 a 呢，抱歉，我这个 b 又重复了，没办法 ，OK。我这个是因为蛮标准 ，a 是什么 ？semi major axis 就是半长轴 ，b 是半短轴 semi minor axis。OK， 好吧，这个是我们这个离心率的定义。那我现在要来看，那 x1 怎么求？那要把 x1 求出来，那就得到我们要的答案。那 x1， 你把这个 x 等于 x0加 x1 带入我框起来的那个式子，然后再把 x0 满足的式子把它这个拿掉，你会发现说 x1 满足的方程式是这个式子。当然你是忽略掉 x1 的平方项 ，OK， 因为 x1 假设是很小的，你把这一个带入我框起来的那个式子，然后丢掉这个方程式的这个右边呢，我刚刚讲过说这个 factor 是很小的。所以方程式的右边 x 平方你会有 x0 平方加上2倍的 x0 x1 x1 加上 x1 平方，对，这些都消掉，然后只留 x0 平方 ，OK。所以 x1， 因为 x1 是很小嘛，很小再乘上前面很小的 coefficient 就丢掉，所以 x1 满足的式子是这样 ，OK。那你再把 x0 的平方带进去，所以3倍的 gm 除以 l 平方 ，x0 平方带进去是就 x0 平方是这个1加，所以这个是1加上1 cosine phi 的平方，所以这个是变成是1加上2倍的1 cosine phi 加上1平方 cosine 平方 phi。那这个又等于，我把它写下来，3倍的 gm 除以 l 平方是1加上2分之1 square 加上 2 cosine phi plus 2分之1小1平方 cosine 2 phi。
所做的只是把 cosine 2 phi 写成是多少？就是 cosine 平方 phi 写成是2分之 cosine 2 phi 加1，是不是？啊，就是用背角公式。OK， 所以把这一项写成底下这样。OK。Right， OK， 所以这个是等于这个。好，我们来看方程式右边哈，看哈，那现在的解，我现在要把解写出来。所以这个方程式，这是 x1 满足的方程式。我现在告诉你 ，x1 的解是等于3gm 除以 l 平方1加上2分之小一平方，再加上小一乘上 phi sin phi 减掉6分之1小一平方 cosine 2 phi。好，你要检验它是解，当然就直接把它带入这个 equation 嘛。所以你要对 phi 取2次微分嘛。OK， 那这个很容易做，对不对？这就也是所谓直截了当就检验说它是结果。我们在 check 说一个数学的 expression 它是 solution 是很容易做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例如说这一项，比如说这一项，我把它取2次微分，因为我在这里头 x1 要对 phi 取2次微分。所以我把那一项对 phi 取2次，我直接把答案写下来 ，OK， 所以就是 phi sin phi 对 phi 的2次微分。你会发现，然后再加上 phi sin phi 是等于2倍的 cosine phi。好吧，我这个是直接告诉你结果，你可以 check。所以这一项带入左边会得到中间这一项。OK，that's good。那右边那一项呢，同样的是它满足底下的式子 cosine 2 phi 加上 cosine 2 phi， 你会发现它等于-3倍的cosine 2 phi， 所以这一项带入左边会得到这一项 ，OK？ 这些系数都对 ，OK？ 这边是1平方，这边是1等等 ，OK？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上面这个是解。好，请注意这一项呢。其中这一项跟这一项似乎有一些性质上的差异，因为小一 square 是 constant， 所以这一项是 cosine 2 phi。我们现在在平面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物体在绕，对不对？所以这有角度 phi， 然后有距离 r， 对不对？有行星在绕，所以 phi 不断的在变大，对不对？就是它就不断的绕，可是 cosine 2 phi 是一个 periodic function 吧，所以这一项基本上是什么？是一个 oscillatory function， 有正有负，对不对？不断在正负周期变化。可这一项呢，好 sin phi 是周期函数，可是 phi 不断增大，所以呢这一项是 oscillate，
它在 oscillating。可是这一项呢，由于前面这个 factor 是 phi 乘上 sin phi， 它会 accumulate， 对不对？它会累积起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 phi 随着时间不断的在增大，你这一项的效应，它是会累积起来，而不是像是第三项，只是在震荡而已。所以呢，我们底下要考虑的这个effect 呢，我们只需要抓第二项。所以，我来看，当我把第二项跟第一项合并之后，我会有什么结果？我并没有并不是说我有一个 exact solution， 我只是看我去抓我所需要的 effect。所以我现在的solution 是 x 等于 x naught plus x1 是等于1 plus 小1 cosine phi 加上3倍的 g 平方，3倍的 g 平方 n 平方。我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要？我那个是要平方了，抱歉。OK， 我这里谢谢。Sorry，OK。所以 g 平方 n 平方。然后除以 l 平方，然后是 phi sin phi。OK， 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 relevant physics， 所需要的 relevant term， 跟我们要了解的物理相关的是这一项。那这一项我再把它写成是1加上1 cosine 1减掉一个 small parameter， 我姑且把它叫做是 alpha，alpha 就是上面这一个 parameter。就上面，然后乘上 phi， 那 alpha 这个 parameter 是3倍的 g 平方 n 平方除以 l 平方。我们刚才说 l 是一个 constant， 我马上就会来决定 l 这个常数是什么。OK， 所以这个把它写成这样。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你把它展开来嘛，你用就是你可以把它展开来，对不对？因为这个展开来是等于什么？这个展开来是 cosine phi。cosine alpha phi 加上 sin phi sin alpha phi， 那我们 alpha 是很小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是 approximate equal to 1， 而这个是 approximate equal to alpha phi， 所以这两项合并起来就这一项，可以吧？因为这一项就是这一项。这一项就是这一项。好，所以 x 有了结果是这样子 ，x 是，所以我再把它写在这边。OK， 我们终于得到结果是，我再写一下哈，就是 x 是等于1加上小1 cosine 1减掉 alpha phi。那这个结果告诉我们，我们的行星走的轨道不是封闭曲线。为什么呢？你来看这个啊，这个是等于什么？这是等于 r 分之1，对不对 ？r 分之前面那个常数是
L 平方除以 GM。OK， 所以我把它写一下，所以也许我把这个写成说 R 是等于 L 平方除以 GM， 然后是1加上小1 cosine 1减掉 alpha phi。所以我们有了一个 R as a function of phi。所以我刚才画了上面那个图，我再看一下哈。我们现在，假如说这是原点，这个是角度 phi， 然后这个是 R of phi。所以行星在绕的时候，这 R of phi 我们已经知道了 ，OK， 已经解出来，所以这个已经就是我们要的结果。请注意，当我 phi 绕一圈，就是回来2拍。如果说没有这个 alpha 干扰的话，因为 cosine phi 是周期函数嘛，所以你就回到原点，对不对？因为 r 就回到原来的值嘛，所以这是一个封闭曲线。可是因为有 alpha， 结果你发现r 没有回来到原来的原点了，所以你绕了一圈，就 phi 已经转了2拍角度，结果怎么样 ？r 不是回来的原点，它还要再多转一点，你才会是原点吧？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减掉嘛，所以 phi 还再多一点。这个造成一个现象，就是 precession 的现象。我来，总之啦，我们先把这个结果写下来 ，OK， 就是这个 delta phi。所以 delta phi 是等于2派 alpha。那你把 alpha 带进去，是等于6派 g 平方 m 平方除以 l 平方，这是6。OK， 好 ，g 是知道 m 就太阳质量，那问题是 l 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去这个写下来啊，在牛顿的结果，牛顿这个封闭椭圆，这个 r 它是这样，它是1减掉1平方乘上半长轴除以1加上1 cosine phi。OK， 这个是这个牛顿的这个结果。但我其实只是要把我们的角动量写成是小1跟 a， 用小1跟 a 来表现。所以你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说 L 平方是等于 g 乘上 m 1减掉离心率平方乘上 a。所以这个 alpha 这样子带进去，就是6派 gm， 然后是1减掉小1平方乘上 a。OK， 这个是你差了这么多个角度，才会转到原来的 r 的大小。OK， 那如果你要把 c 摆回去，就是把光速摆回去，你这边要有一个 c 平方。OK， 我现在 quote 一些结果给你，就这个 delta phi 哈。我们真正把水星的数据带进去。因为它的1最大，水星离太阳最近，它的1最大，所以分母这边会最小，所以这个delta phi会最大。在一般呢是当然也要看这个 a 了啊。那然后 a 也最小吧，所以我来告诉你哈 ，for Mercury， 半长轴是5.79乘上10^12次方 centimeter， 然后它的小1是得0.2056， 然后它的 gm 除以 c 平方，哦不是，抱歉，这个是太阳有关的 ，OK，gm 这是太阳 gm 是等于1.48乘上10^5次方 centimeter。记得这个的平方是2.9，有没有？不，这个的2倍是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什么 ？Schwarzschild radius 有没有？就 2gm 有没有
就是 Schwarzschild radius， 就是2点多少2.9公里什么的。OK， whatever。好，那你把这个全部带到那里头去，你发现说 delta phi Mercury 是很小的一个数字，是5.01乘上10的负7次方经度 radians per orbit， 就是绕一圈，就是一个 orbit 绕一圈，你的 delta phi 是这么大。那把它换算成弧秒或者叫角秒，就 second arc second 是0.103秒 per orbit。那这个秒的意思 ，OK， 就是0.103 arc second per orbit。那我提醒你们，一个 arc second 是1/60度 ，OK， 1/60 ，OK， 这样抱歉，一个 arc minute， 是1/60 degree， 一个 arc second 又是1/60 arc minute， 是等于3600分之1度。OK， 所以是非常小的。你知道，我们一度一圈，对不对？360度，所以一度的3600分之1是一个 arc second， 然后它的这个1/10，所以每绕一圈，你插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平常呢，人们是用1世纪，其实天文学家在 quote 这个结果的话是，我把它写在你把这个结果，水星的周期据说是88天，在座有没有这个熟悉这些有人修过那个什么天文导论，你就知道 OK， 它的一个 period 是，所以一世纪可以绕很多圈的，对不对？因为一个世纪100年，你可以绕很多圈。所以这个 delta phi 呢 ，for Mercury 可以把它写成是43秒 per century。它1世纪累积起来那个 delta phi 是才43秒。我说1秒已经够小了，反正43秒是非常的小。OK。那真实的观测就是 delta phi， 然后是 observed for Mercury， 是等于5601 arc second per century。well 不是43，不过没有关系，因为5601呢，可以把它拆解成5557加43。OK， 然后呢，这个5557呢，我不懂怎么来的，可是所有的书都说，这个有许多的效应，一个是我总之就是说这个是 due to known effects。所谓 known 的话，就是说在牛顿力学里头牛顿重力论里头水星会被其他的行星拉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行星，即便在牛顿力学里头，只要不是只考虑那么理想，根本
不符合现实的二体问题。所有的行星的轨道都不是封闭轨道，都是不封闭的，所以都会有 delta phi， 就是这个叫做近日点的因为你说不封闭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行星在跑的时候，对不对？你的这个角度会，就是近日点，它不是都是回来原点，一个封闭曲线，近日点就永远固定住吧。那由于不是封闭曲线，它会怎么样？它会 precess， 所以这叫做近日点的 precession 进动。perihelion precession of perihelion，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是在算这个 delta phi。那所以在牛顿重力论里头，我们已经知道，你如果把其他行星对水星的重力考虑进去，你会有一个 delta phi。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天文学上的这个effect， 有一个 effect 叫做分点岁差的 precession of equinoxes。OK， 这个你们去问这个吴继辉老师或者是孙维熙老师。总之，已经所谓弄就是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牛顿理论里头去解释的，我把它叫做 non effect， 是5557。你5557还可以再细分说哪一些贡献。那当初所谓当初就是去2个世纪之前，因为我们21世纪19世纪末，天文学家是很辛苦的去分析这些 effect， 算出5557，就跟观测差了43，他们无从解释为什么这个两个不符。那因为这个都是很小的都是很小的角度吧。那其实像这种状况在科学上是常碰到的吧？对，就是你的理论的预测跟实验不符。那有时候是不是你来让实验更精准一点，就可以把这个不符两者的差距把它消弭掉，或者说你的理论少掉了什么样子的因素你没有考虑。总之，这个谜题是19世纪末天文学上的谜题，就是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的角度算出来跟观测不符合。那这个是一直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在1955年，他才算出这个43秒。爱因斯坦在算出43秒的时候，我讲过，他是去解这个 r mu 等于0这个公式。那当初因为这个是vacuum solution 嘛，我说这个公式跟 g mu 等于0是同一回事吧？你如果是在 vacuum 的情况下，你的爱因斯坦方程式应该去解 g mu 等于0，对不对？可是刚好这个是对的嘛，所以爱因斯坦在解出43秒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有得到他正确方程式，但是他知道吧？这个我也不晓得这是有多少的运气的成分。总之，你可以想见得到，当他算出这43秒，他有多兴奋，因为这表示说他这个理论，他的 r mu 等于0这个公式，是真的是碰触到这个就是有道理的。OK， 即便不是完全正确，他知道他这里头含有，就是他的方程式是抓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的。OK， 那我再告诉你，现在啊，人们啊，做了以下的事情。我们把 d² 写成以下的形式。OK， 我先写一下，我先写就是 -a of r
dt square plus v of r dr square plus r square d omega square。在 Schwarzschild metric 的解里头 ，a of r 是等于1减掉 r 平方分之 2gm， 然后 b of r 是等于1减掉 r 分之 2gm， 把它展开来就是等于1加上 2gm 除以 r 加上点点点，对不对？好，天文学家说，如果我们的爱因斯坦理论不完全精确，就是 a of r 跟 b of r 不完全是这个样子，那它可能就是说有一些 correction， 对不对？有一些修正。对，这个是等于 OK， 它有一些修正，就可能 a of r 还有修正项。那这个修正项呢，允许我把它写成其实是天文学家所这个写下的，就是它有更高阶项。这个时候我应该把 c 平方摆回去，因为我们现在要讲这个number 吧，所以这边是有 c 平方 ，OK。所以这边应该有 c 平方，所以这个应该 c 平方，这边有个伽马，加上点点点 ，OK。天文学家为了分析数据，他们引入 beta 跟伽马 ，OK， 那这些都是很专业，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个参数啦啊，把它 set 成这样都有道理的 ，OK。不过对我们来讲，重点是已经有人考虑过说，如果时空，我们知道时空如果是Schwarzschild时空的话，你算出就43秒嘛，那跟实验是一致的吧？可是我还没有很仔细去看它的 uncertainty， 对不对？它的不准度嘛。那为了分析说爱因斯坦有多好，爱因斯坦理论有多正确，天文学家引入了这些参数，叫做 beta 跟伽马这些参数。在爱因斯坦理论里头，伽马是等于1，对不对 ？In general relativity， 伽马是等于1 ，beta 是等于伽马嘛 ，right？ 因为它等于0嘛，可以不可以 ？OK， 那而且没有高阶修正项，对不对？哦，抱歉，有高阶，反正就伽马等于1了啊。这个，所以天文学家假设这个 beta 伽马都不为0，然后引入这样子的这种修正项，他去计算 delta phi， 结果发现说 delta phi 是等于1/3 2加上2伽马减1，然后是6派 gm 除以 c 平方 a 1减掉小1的平方。OK。那如果伽马等于1的话，这是3嘛 ，OK， 那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或爱因斯坦所得到的43秒。那你这个 delta phi 去跟实验来比，天文学家发现说，你所得到的伽马是 1.007 加减 0.009， 也就是说它是 consistent 51到小数第3位、第2位、第3位。所以爱因斯坦是 very good， 爱因斯坦理论是 very good，OK， 它不是只是43秒，它还有小数点以下，这个是可以。反正应该就伽马了，抱歉，我应该用伽马来讲，不要用43秒来讲。就是说这个伽马这个 parameter 理论跟就是爱因斯坦的预测的1是完全跟实验就跟观测完全一致 ，OK， 而且这个观测已经到了这个第3位，就是这个不准度是在第3位了，所以是 very good。所以你如果想要发明一个理论取代爱因斯坦理论的话 ，OK， 你应该要注意你的理论的头几项不要跟爱因斯坦不一致，因为那个是已经通过考验。
OK， 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下一次呢？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广义相对论的最经典的这个结果之一，就是水星近日点的 precession 理论的计算跟观测是一致的，非常相符。这是一个 classic test， 就是古典，就是广义相对论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测验，它通过了，第一关通过了。OK， 那我下礼拜要来介绍这个其他的 test， 包括说光通过太阳旁边的偏折，那我们也可以去看你的实验观测跟这个理论计算是不是一致。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一致。OK， 所以这个是下一次，这些是下一次要继续谈论的议题，有没有问题？好，下课。